非常高兴到深圳美术馆做这个报告。为什么要做这儿？实际上，在2000年以前呢，敦煌的作用跟今天的深圳起的作用一样。改革开放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呢，是从深圳走出去的，走到香港，走向世界。那么2000年以前呢，中国走向世界，就是从敦煌走出去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呢，既是回忆历史，也是开启未来。那么2013年的秋天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了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带一路的倡议呢，就提出了。在这10余年来，就是这一带一路实际上到底起了啥作用，跟我们同世界的交往上呢，文明互相互鉴的历史经验呢，在这儿起的作用，它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的作用及其伟大意义，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出。和启示。丝绸之路的定义呢，实际上它是今天来说就是一带一路，它就是陆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那么我们说甘肃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经之地，包括我们今天的兰州呢也这样，兰州大学所处的位置。丝绸之路是怎么样定义呢？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古代与中亚、南亚、东欧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交通要道，因此贩运的主要商品呢是丝绸，所以呢把它称为丝绸之路。还以为它贩运的货物和使用的货币，也把这条道路呢称为玉石之路、白银之路、香药之路、茶马之路。我们今天使用化妆品呢，各种奢侈品，今天很流行。那么古代人呢也很流行，所以把这条路呢，中国使用的古代使用的香药呢，主要是来自于西域地区，特别印度，所以把这条道路呢称为香药之路。丝绸之路还是一条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西方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通过这条道路呢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呢也通过这条道路传播到世界。中西文化通过这条道路呢互相碰撞、交融和接纳，通过这条道路呢产生印度的佛教、欧洲的景教、中亚的仙教和摩尼教进入中国，在中国呢传播开来。由于佛教传入，佛教寺院的建造和石窟的开凿呢，产生于中亚地区的犍陀罗艺术呢流传到中国，这样在中国呢就出现了大量的规模宏大的中国佛教艺术、中亚艺术在中国流传开来，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条道路呢，产生于印度的天卓越、中亚的康国乐、安国乐和新疆地区的秋瓷乐、苏勒乐、高昌乐等乐舞舞蹈呢传中国，他们给中国的这个原始音乐呢，在河西走廊交融碰撞形成的新的
西凉乐，它成为中国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那么通过这条道路呢，中亚的物种、医学技术、饮食、服饰、生活习惯也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的和道教通过这一块呢，还有产生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呢，通过这些地区呢，传到中亚，传到世界。所以呢，中国古代通过这条道路了解世界，而世界呢，通过这条道路呢，接纳了中国。谈到丝绸之路呢，大家都想到丝绸之路分为东段，就是东起长安或者洛阳到敦煌，这是东段。中段呢，就是东起敦煌，西到帕米尔高原，古代呢称为葱岭，它就是中段。西段呢，就是东起葱岭、帕米尔高原，西到罗马，这是西段。向西发展交通的孔道之地，所以孔道之地呢，是主要经过的地方。那么北边呢有玉门关，南边有阳关，阳关呢负责商贸通史，而玉门关呢负责军事，对西域地区的军事安抚。凡是行军打仗、接纳降服，都是通过玉门关进行的。西域都护府的物资也是通过玉门关运出的。凡是呢通使往来，比如说西域地区的商客来往于西汉长安之间进行贸易，都是经过阳关进出的。所以这两关呢，是我们了解丝绸之路非常重要一点。而《史记》里头记载的这块呢，有很多是错误的。西汉出敦煌往西域地区的交通道路，基本上是出阳关、玉门关西行，然后150里，到楼兰，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呢，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呢南边，然后呢翻越葱岭，到了西域地区的大宛国、大肉孜、大夏，或者从莎车南翻越昆仑山到吉宾，就是巴基斯坦这块。北道呢，从鄯善北行，经过卫里，然后呢到轮台、龟兹、姑墨，翻越天山呢，进入乌孙、康居等国，或者从卫里北行，经过燕齐、威续、三国，然后西北行到车斯六国，就今天吐鲁番、乌鲁木齐这一带。这就是当时记载《汉书》记载的南北两道。所以西汉呢，在今天吐鲁番地区，当时的姑斯，那么在这块驻守军队呢，最早屯田部队呢，称为武级校尉，主要是对来往的商客提供保护和饮食供应。后来呢，从吐鲁番又开通了到玉门关的道路呢，称为新道，就玉门关的道路。这样子呢，这条道路呢，到隋唐时候呢，又分为3道。《隋书裴矩传》里头记载，出敦煌到西海有3道，北道呢从夷吾翻越天山，经过就吐鲁番，然后经过龟兹、苏勒，然后经过葱岭呢，到西域地区。南道呢，从敦煌呢到鄯善，经过于田到西域地区。
但这些道路呢，总凑敦煌。敦煌呢是啥东西呢？是咽喉之地，咽喉之地。那么唐代时候呢，沿着这条线路呢，就修筑了很多，设置了很多驿站。那么这驿站呢，它是给汉代呢有所变化。这变化呢，它主要是从罗布泊这一块呢，敦煌到罗布泊这一块呢，它往东移了，东移到今天的瓜州，西北行到夷吾，就是哈密这一块，唐玄奘走的这条线路呢，就是这条线路。这条线路呢，也称为艺术之路。艺术之路呢，像敦煌就是这条路上的节点，沿着这条道路呢，形成了很多石窟。我们知道敦煌石窟，实际上除了敦煌石窟以外呢，还有麦积山、北石窟、南石窟、大象山、水帘洞、宾林寺、天地山马蹄寺、金塔寺、文殊山、榆林窟等等，所以把这条道路呢称为艺术之路。仙教艺术呢，也是通过这条道路呢传入中国的。今天我们看到这壁画呢，这实际上墓葬壁画，就是在永坡4号墓发现。这个里头呢，它就是西域传过来的艺术，仙教艺术。这两个人呢，大家看来，实际上你猜一猜，这是男性啊，女性啊？他实际上是男性，男性。所以啊，我们从这块看呢，穿短袖，超短裙的，实际上是从男性开始的，不是从女性开始的。这条道路之所以把它称为科技之路，医学、医方、天文、历法，都是从这条道路上呢进行互相交往。我们最常见的瓜果呢，就是比如西瓜、哈密瓜，蔬菜里头的盐水，古代称为湖水，还有很多药材，也是通过这条道路传中国的。比如说古代的出产的这个瓜果呢，最常见我们今天食用的就是西瓜。敦煌呢，为什么最早称为瓜州呢？它就是以出产瓜果作为特色的。那么在里头呢，特色里头的瓜果呢，就是西瓜。西瓜呢，它原产地是在南非，那么在唐代时候呢，它传到中亚。当时中亚呢建立一个国家，叫做大食国。因此敦煌文书里头见到的这个西瓜的名称呢，就称为大食瓜，上基地西西瓜。那么它在辽金时代，从中亚一部分呢，直接引进到陕西的大荔县，当时称为同州，给它的名称呢就是西瓜，简称为西瓜，它是西域的瓜、西方的瓜的简称。我们知道西瓜的来源就通过这条道路。还有呢，就是哈密瓜。哈密瓜在敦煌文献里称为啥东西呢？称为回鹘瓜。也在这个时间段呢，它主要种植于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这个地区呢，在这个时间段被回鹘人占领，就西周回鹘，夷州回鹘所占领。所以敦煌给它的名称呢，叫做回鹘瓜。另外一个名称呢，学名呢叫穰桃。为什么我们认为穰桃是指这个哈密瓜呢？是因为当时文献记载，一年的冬天，
这个回鹘王给敦煌的归军节度使送礼品，送了瓤桃3颗。你看冬天呢，能放掉的冬天的瓜呢，也就是哈密瓜能放到春天。那么医学技术这一块呢，交往也是通过这条道路。那么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贡献很大，那么西方医学呢，对中国医学对世界贡献也很大。那么很多先进的西的医学技术通过这条道路传中国，记载最为明显的就是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呢，我们今天看着是很简单一个手术，就手术里头最简单的一个。但是这个手术的案例从哪传入中国呢？就是从西域传过来，通过这些胡姓的医生传中国的。而敦煌呢，也有很多记载关于白内障手术怎么传进来的。因此呢，敦煌当地的医学家呢，他的得意地方在哪一块呢？在医学的造诣上，他学兼中西，是敦煌崇拜，跟今天的深圳一样。你看，他说：“聪豪立信，习奇婆秘密之神方，博士天然，效玉腹，弘身之妙术，子夏之六情损益，又能回死作生，生中了五脏安和，乃兼乃医凶救急。”这是指敦煌一个医学家，姓氏的一个医学家，他苏特人。那么这里头牵扯2个人，一个是奇婆，奇婆呢是印度一个医学家，在《隋书经籍志》里头记载的典籍里头，特别医学典籍里头，有很多隋代的医学典籍呢，是他的著作，在隋代传中国的。而玉腹谁呢？就是传说中皇帝的私人医生。说敦煌的医学家既有中国的部分，也有外来的部分。说敦煌呢，是佛教最早传中国的地方。佛教传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典籍里头记载和传说里头都不一致，有说是孔子生活时候，有说是比这还早，有说是汉武帝打下河西走廊，元首2年时间，就是公元前121年，说这传到中国的，得到了匈奴的祭千金人，说这就是佛教的形象。还有说是从东汉明帝的，汉明帝是传中国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传中国呢？实际上我们根据汉简的记载呢，是汉明帝时期，在当时的敦煌建立了第一个寺院，以寺院为主呢，形成了一个村落。这就是敦煌简牍里头记载的小浮屠里。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就变成中国的佛教了。它的标志呢是百丈青圭，在敦煌文献里头的《报恩经》等等，虽然说是尼韦经，但是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间，这个尼韦经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敦煌文献里还保留有就是景教文献、摩尼教文献的经典。景教、仙教、摩尼教称为三一教，就从西域地区传来的宗教。那么这些三一教呢，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到清代的时候就太平天国，他的信仰宗教呢，实际上相当部分白莲教呢，就是摩尼教的延伸。
蒙角堰石。另外呢，丝绸之路还是一条道路，啥道路呢？就是一条饮食之路。我们食用的糊饼、糊酒、馓子这些东西呢，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应该说，我们的饮食每个菜系里头，相当一部分呢，都保留着这种交流交往的痕迹。比如糊饼，糊饼就是商人用的这个，为了交通方便呢，吃的饼。到底什么样子叫糊饼呢？它实际上对西域地区饼一种总称。有人说，它就新疆地区馕，馕呢有素馕、肉馕、油馕。那么这些馕呢，这糊饼呢，在唐代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兴盛。传说一个商代宰相呢，上朝之前特能吃，用2斤肉做的糊饼，吃了才能上朝的。馓子也是这样子，在唐代也传中国。那么谈到这丝绸之路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呢，啥东西呢？就丝绸之路什么时候有丝绸之路的？那么谈到丝绸之路，我们就想到一个人，就张骞。说张骞出使西域，出使西域呢，他从哪块出去呢？从陇翻越乌骚岭，进入河西走廊，走匈奴结合部，然后到西域，被困了10几年。那么再到达西域地区，1年以后，在西域地区活动1年以后呢，准备返回，当时准备走羌中道，又被匈奴俘虏。那么在公元前126年到长安，说张骞出使西域呢，就是凿空，就是他走丝绸之路的第一人，是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真正事实呢，揭示出来不是这么样子。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呢，丝绸之路是存在的，一个是文献的记载，一个是考古发现。比如考古发现里头，最著名的发现就是殷墟墓葬。殷墟墓葬里头出土的有玉，这些玉呢，就是和田出土的羊脂玉。在周朝时候呢，在咸阳这一块呢出土一个，就是玉猪龙。所谓猪龙呢，实际上就是用玉刻的一个猪。这一次用和田玉的。还有战国墓葬呢，国国墓葬，就三门峡水库修的时候发掘一批墓葬，就是国国墓葬。战国时候一个小国也叫国国，那么出土了大量的玉石，这玉石呢也是和田玉。还有甘肃张家川马家园战国墓葬，他揭示了个事实，他当时呢人的服饰，人穿的服饰不是中国内地的服饰，而是西域地区，主要是东欧地区的服饰。这些证明了啥东西？证明了先秦时期这条交通要道是存在的，是存在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启的呢？应该说是比较早的。我们通过这些记载来看，一个记载呢，就是敦煌的名称的起源到底从哪来的？敦煌名称的起源以《山海经》的记载一个名称，叫做敦煌。敦煌。我们谈到地名啊，地名有2个含义，一个它是原始的记载，而一个是后人的追溯。追溯，文人追溯，特别是文人。我们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文人主要做的一项大的工作，就是给各个地方的历史增添文化的色彩。
文化色彩。那么像甘肃的兰州啊，它就是有很多通俗的说法。实际上，这通俗说法呢，都是文人给强加的，他原先没这个的，说明啊，应该说它是杜撰的。但在杜撰呢，不仅仅今天我们给地名增加文化含义有杜撰的成分，在古代也是这样，古代也是把地名给它增加文化的含义，它就含有杜撰的成分。敦煌名称的来源，一个它原始名称，而一个呢它附加含义。附加含义，我们今天看着的《汉书》地理志引用东汉应昭的风俗通义，说敦大爷，黄圣爷，还有元和郡县图志敦大爷以及广开西域故意盛名，还有通典194卷沙州敦煌郡说敦者大爷，黄者圣爷，实际上这都是附加含义。为什么说它是附加含义呢？我们看看敦煌的词儿，这个使用最初使用的时候，它是音译，它没有固定的。这个汉文的名称呢，没有固定下来。那么在记载很多，比如说它最早的就是元鼎6年的时候，这之前的元鼎4年，在敦煌文献记载说，元鼎4年秋天，马僧乌阿池水中作《天马之歌》。李飞呢也是汉代一个人，说引用他的说法，说南阳新野县有包利长，武帝时呢招行屯田敦煌界，这是在敦煌文献里头记载这个敦煌词儿使用的年代是元鼎4年。汉武帝就是《汉书·武帝纪》，元鼎4年也记载这一条，引用的汉代李飞的传，说也是说在元鼎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前113年开始使用这敦煌词儿。到底是不是这样子？马僧乌阿池水中呢，这是当时人造了一个甲，这屯田部队在敦煌屯田的时候造了一个甲。这些屯田部队呢，来自于哪一块呢？来自于河南南阳郡的新野县。他们在这一年就是元狩2年的春天的时候，他们在阴山前线，就内蒙古阴山这一块呢，前线造了一个甲，说啥呢？说鱼污水出天马，鱼污水是哪个水呢？就是乌兰巴托那条河流。后来他们到了敦煌，在敦煌呢，这又造了一个，说乌阿池出天马。汉武帝给汉武帝报告了这事情，汉武帝就任命让文人呢做了一个歌呢，《天马之歌》。《天马之歌》呢，在《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都有记载，特别是《汉书·礼乐志》里头记载的这个撰写的年代是哪年呢？是元狩3年，马僧乌阿池水中作。元狩3年是哪年呢？是公元前120年，比113年呢多了将近8年时间。说明呢，在这敦煌这个词呢，是最早使用啥东西呢？最早使用的是公元前120年使用这年，使用呢主要是在敦煌的乌阿池，就是阳关镇，今天阳关镇，南边有一个泉水叫做乌阿池，来自南阳屯田部队最早使用的
名称敦煌。另外呢，我们可以从《汉书·张骞传》它的记载呢，敦煌也没有固定的词儿，它不是称敦煌，是称为吞煌。吞煌。这张骞是哪人呢？张骞是今天陕西汉中人，这种读音呢，可能是陕西汉中的读法。他是啥东西啊？他是到了西域地区，见到了当最早生活在就是敦煌、河西敦煌这一带的这少数民族，逃到中亚地区，他们从这些少数民族嘴里头得到了敦煌这个最早的读法。这些情报呢，他回来以后呢，汇报给汉武帝。我们实际上从张骞传里头的记载来说呢，他是张骞给汉武帝汇报情报的他的称呼，他还没有就大而盛的含义。那么关于敦煌最早的名称呢，来源哪一块呢？就《山海经》北山经的记载。《山海经》这部书呢，是个伪书，就假书，假的书，是古代文人造的假书，但它的时间段呢很早，就是在汉武帝之前，汉朝初年。一部分篇章呢是汉朝初年，更多的篇章呢是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就是他的假书，说是他的假的，他的时间也很早。他的记载了敦煌，说敦煌之山出敦煌之水，敦煌之水呢从南向北流，然后向西流，流入幽泽，幽泽就是指今天的罗布泊。还有记载了啥东西？边村之山，江水出焉，西流流罗布泊。还有呢，灌梯之山，寒江之水出焉，西流流入幽泽。在中国的版图里头呢，大河西流只有一条河，中国的河嘛，多数是东流，有一条河呢是北流，再有一条河呢西流。这条河呢就是苏勒河。苏勒河呢有3条支流：长马河、榆林河和党河。敦煌之山出敦煌之水，就是指党河。党河。汉朝以后呢，给敦煌的名称呢赋予庄政府使用，赋予敦煌名称，建立敦煌郡。那么它的原始名称呢，就渐渐被历史遗忘，而且它的遗忘呢，有含其他的原因，就是《山海经》的这条记载，在北魏时期，李道元做水经注有很大关系。李道元呢，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一个人，他跟汉朝呢的文人称为他是一个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呢认为他这个水经注呢是一个历史作品。那么搞历史地理人、搞地学的人呢，认为它是一个地学作品。那个水经注呢要记载这条水，说大河之东，又汇敦煌之水，其水出燕齐之北，敦煌之山，在匈奴时期乌孙之东。这是李道元水经注里头记载，实际上李道元把这条水弄错了。那么水经注《山海经》记载的敦煌之山出敦煌之水，是从东南向西北流，流罗布泊。而李道元的水经注里头记载这条水，引用这条水资料呢，他把引用到塔里木河上的支流开都河，这样子呢，这条水从西北往东南流，这块儿领错了。
但是中国人古代有个习惯，不认为古代有名的人他会做错，只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说他有名的人圣人不会错的，要错都是我们后人的错。因此呢，后代人永远把这条错误呢留到今天。今天我们看这条资料呢，觉得古代人不好理解，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第二条记载呢，就是三位山和黑水。我们到敦煌呢，记载有名山呢，就三位山。比如在唐代时候，敦煌有2座名山，敦煌人很自豪，说敦煌这块是圣地。之所以圣地呢，就是有金鞍山和三位山。说东边呢有3位大圣护佑着的，西边呢有金鞍独龙护佑着。这在敦煌文献里头、有典籍里头有很多记载。比如我们在古代要读的一部书呢，在考试时间也用这部书呢，就《尚书》。《尚书》呢，也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最早的一部书。我们搞历史地理的祖师爷呢，顾颉刚先生，他做的研究呢，主要在《尚书》这一块，里头记载了窜三苗与三危。三苗呢，生活就咱们南方地区的。三位呢又在敦煌，上书里头记载，就倒黑水，自于三位入于南海。你今天看苏勒河，经过三位山，往西流，流罗布泊，那怎么样成为南海呢？他古代人的记载，他的地理观念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在敦煌呢，关于黑水三危有很多记载，比如《太平寰宇记》是宋朝初年形成一个地学著作，就记载了这个。《太平广记》是宋代时候形成一个小说，它也记载到黑水。黑水，而黑水呢就在敦煌，应该是指就是苏勒河。敦煌文献里头也记载到敦煌的黑水。这条典故说，在城西北85里，瓜州瓜萨2州水尾下，就苏勒河跟党河交汇的地方有个玉女泉，在这块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一个叫做张松这个人在这块把一条龙呢杀掉了。说这个传说呢是开元3年张松到敦煌任太守时候弄这事儿。但是他记载的黑水、三湾都在敦煌地区，敦煌地区，这是敦煌录、敦煌文书的记载，敦煌文书记载。那么当时记载这条，今天看着是错误的，但是在古代呢，为什么它是正确的？中国古代人的观念跟今天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下边呢就牵扯到这个问题，我们会讲。第3个呢，就是黄河源的认知与丝绸之路问题。在去年后半年发生一件事情，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就是说在黄河源头呢，扎陵湖和鹅陵湖发现了啥？发现了秦代的石刻。就秦始皇派了一批使节到黄河源头呢采药。采药这条记载，这条记载呢对不对？那么首先呢，《光明日报》发表了这个发现人的这个事情。那么学术界呢就有2种声音，一种声音呢
认为他是对着的，像复旦大学的刘钊、中国人民大学的王自金等等，他都认为这是对着的。还有一批学者呢，认为它是假的，是造假的，写了文章发表的，比如兰州大学的王树宽先生，还有复旦大学的葛剑云教授，他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当时也《光明日报》呢也约我了，说要写一篇文章，不论说他的政治是假的真的，你发表看法。最后呢，我没写。为什么没写呢？双方都得罪不起。葛剑云是在我在复旦大学进修的时候，85年到86年，我跟着他听过课，他是老师，我不能否定他。王树宽是我们兰州大学的同事多少年，我也不能否定他的。就说他假的，我不能说真的，就把这些人得罪。那么说他假的呢？刘钊是我的好朋友，他的长江学者在我手里评审的。王自金，我们认识是从2000年开始认识的，他的国家基金第一个评审基金呢是在我手里评的，那是非常好的朋友，喝酒好多次了，所以我们不能双方都不能说。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条资料它的真假已经成为次要的，它是国家行为，最后的结果我能猜出来，最后我拒绝写了，这篇文章就没写。那么这认知呢，我们从《山海经》看，苏俄勒河流入罗布泊，罗布泊是处于昆仑之东北域，说罗布泊就是黄河的源头。《史记大宛列传》里头也记载了河水黄河源头，黄河源头发源哪一块呢？发源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呢，然后向东流，注沿泽，沿泽呢潜行地下，其南者河源出，就是罗布泊，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源头。还有《史记·索引》里头也有同样的记载。那么汉朝是吧？汉武帝取得西域地区，派了很多使者，拿着汉朝的图籍典籍啊，就是汉武帝以前典籍，对这块地的地貌进行勘验。勘验结果呢，这些使节回来给汉武帝报告呢，就说给记载是一样的。这汉武帝时间呢，之前呢，也认为中国典籍里头认为呢，黄河就从这块发源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汉书·西传》里头记载，也说黄河呢有2个源头，一个出葱岭，一个出于田，然后这俩河流汇合以后呢，流入罗布泊，当时称为蒲长海。说其水停居，冬夏不见增减，皆以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就是罗布泊这上源呢，塔里木河是黄河的上源，流入罗布泊以后呢，从罗布泊底下呢，罗布泊没底有个洞子，然后潜行地下，从哪块出来？从兰州西边，就是积石山这块出来，甘肃积石县这块出来，跟黄河连起来。为了了解古代人这种错误的观念形成，我一直带着台湾团呢，就从积石县这块一直走到青海的贵德县，就是在看黄河在这块两山之间咆哮而出。当时在往南，在古代人呢走不通，他认为呢黄河从这块从地下冒出来的。
还有《水经注》里头记载也是这样子，说黄河发源于昆仑虚，然后流入渤海，这《水经》记载的。那李道元做《水经注》呢，也是沿这看法。就古代人对黄河的源头到底发源哪块不知道，认为是给罗布泊这块连起去。那么中国古代人呢，知道黄河起源于鄂陵湖、扎陵湖这一块呢，是什么时候才有这个观念呢？是隋代，隋炀帝时期。隋炀帝打败了吐谷浑以后呢，在甘肃的甘南、青海以及新疆的东部地区，这个广大地区呢，隋炀帝设置了4个郡，一个切木郡、鄯善郡，这在新疆境内；西海郡、河源郡，这2个郡呢，在青海境内。西海郡在哪块呢？在今天青海湖的西边，那个留下来那个古城，吐谷浑时期那个都城叫做伏尼城，在这块呢，隋代建了一个郡，叫做西海郡的郡治。还有一个河源郡，河源郡在哪块呢？河源郡的郡治就是青海的贵德县。所以从这个时间段呢，中国人才真正知道了黄河的源头在哪一块，第5个呢，就敦煌文献的记载。敦煌文献的记载很多，应该说敦煌文献主要是晚唐5代的。这个阶段上，中国人应该知道黄河源头发源哪块，但是古代人的记载它是错的。那么后来敦煌文献里头也延续了这种记载的错误的说法，一直认为黄河呢从哪块来的呢？都塔里木河、罗布泊，然后从兰州西边冒出来，就黄河源头。那这样知道了黄河是从罗布泊这儿冒进来的，从甘肃积石山这儿出来的，然后向东流入渤海或者说东海。所以这种观念种到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头。所以《尚书》里头的记载，倒黑水，过三危，进入南海，它实际上从这儿这个苏勒河以流罗布泊，就实际上就从地下里头钻出来，就从中国河了，就南海。他的传说跟天马就有关系。谈到天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他有个附会，凡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这些皇帝呢，为了标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都说他的祖先呢是啥东西？是龙。比如刘邦，刘邦是一个啥出身呢？是地痞流氓性质一个人物，对吧？他这么一个出身，但是呢，他祖上没有啥光宗耀祖的事情，他又编造这个事情，在《刘邦传》里头，他的记里头就说啥东西，说他一次他父亲看他母亲去，他母亲跟他父亲送饭去了，结果半路睡着了，他父亲接他母亲呢，看着一条龙
附在他母亲的身上，因此由于怀孕了，生了他。中国的龙啥东西？龙实际上蟒蛇，蟒蛇和鳄鱼等等交杂的结果，就四不像一个很动物，就称为龙。这是在东南地区，内地它有这样龙种。那么在西北地区，基本上看不着蟒蛇，也看不着鳄鱼，对吧？西北地区的龙是啥东西呢？马6尺以上，马的高度超过6尺以上，称为龙。龙，所以敦煌龙是啥东西啊？龙马。放牧马的机构呢，叫做龙马园。龙马园，敦煌呢就有一个放马机构叫龙马园。我原来生活在陕西黄陵县，上学的地方叫做龙房镇。龙房镇在北魏时期呢，就是龙马放马的地方。后来因为经济的发展，简称为龙坊，就是兴隆的龙，龙坊放了就这样的，从这儿来的。因此呢，敦煌的人有名的这些人呢，比较建立政权的人，叫做张议潮，归军节度使张议潮，说他啥东西？他的家族啊是啥东西？是乌阿赤的龙种，龙种就是那种野马的后代，所以他这样标榜。所以在敦煌呢，它的天马有这么3种，一种呢是乌阿赤出天马，就是来自于南阳新野县那些屯田士兵造出了那个天马。第二个呢，就是李广利、征大宛所护的天马，就是大宛国出产的马。那李广利呢是汉武帝的小舅子，汉武帝为了让他立功封侯，派他征大宛，第一次打败了，第二次打胜了。打胜呢，给大宛国呢形成了一个协议。协议啥东西呢？你每年给汉朝皇帝呢贡献的贡品，贡品啥东西呢？天马2匹。汉朝为了得知这2匹天马呢，动用的部队，第一次动用部队呢13万人，打只剩下2000人，全死了，回来了，打败了，回来了。第二次动员的部队是多少呢？是6万人的正规部队，然后14万头匹的马和牛啊，这些运输的牲畜，就是还不算侍从，不算侍从啥东西，就是辎重部队。汉代呢，你后方供应呢是靠自己解决的，这些人呢叫侍从，按照1比2，就前方1个人打仗，后方供应辎重部队呢是2个人，应该当时从敦煌出兵是多少？10多万人，10多万人。那么得了就是天马2匹，然后呢善马是400多匹，啊，一般的好马呢是1000余匹。汉朝呢为了开通丝绸之路，得到西域地区的这好马呢，是花费了大量代价。汉朝嫁姑娘给乌孙国，原先认为乌孙国的好马呢就天马，要求嫁一个姑娘，要求西域各国呢给的聘的是啥东西呢？聘的是1000匹马。这1000匹马对西各国呢，它的就是相当一个中等家庭所拥有的马财产。你看多大？汉朝的公主才值多少钱呢？值1000匹马。那敦煌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西周时候天马经过敦煌龙乐山，这在敦煌文献里头记载，说西周时候呢，西域县的马到了咸阳这一块不适应，周朝的皇帝呢
感着马很可怜，就把马放回去了，说早晨从咸阳出发，晚上呢到了敦煌收场，就是阳关这一块儿，这马呢一叫唤，一骑衔辔，故曰龙乐山。这个地名呢，在汉朝呢就会称为龙乐县。说这传说很早，对吧？还有这文献记载，就是穆天子西行和西王母的传说，应该跟丝绸之路开启呢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有一部书叫做《穆天子传》。穆天传从哪来的呢？是西晋时期，太康2年，就公元281年，当时河南吉县有一个人呢，叫做不准，名称叫做不准，盗掘魏国的墓葬。挖开这个墓葬以后呢，这墓葬里保存了一大批竹简。西晋的文人呢，就对这批竹简呢进行整理出来一批书，其中就包括《穆天传》。《穆天传》呢，就记载了穆天子经过甘肃、青海，到了西王母之邦。这记载呢，他哪年记载？就他继位13年的时候，西戎来宾。他15年的时候，周穆王穆天子到哪块呢？到了罗布泊地区，王关于延泽就到罗布泊地区。17年的时候呢，穆天子给西王母搞恋爱，缠绵于哪一块呢？缠绵于就是延泽这一块，乐而忘归。那么这个事件呢，具体年代是哪年呢？就是公元前987年。87年。如果这个记载不误的话，中原的君主到达罗布泊地区呢，已经有距今天呢有多少年历史了？已将近就是3000年的历史。说3000年前，中国已经了解敦煌，了解罗布泊地区，丝绸之路在3000年前已经存在了。那穆天子给西王母这个传说呢，在中国典籍里头有很多记载，比如说《元和郡县图志》《晋书》《通典》都有记载，都在河西走廊或者敦煌以西这个区域。那么随着这些地区的原住民族在匈奴南下之后跑掉了，跑到中亚地区，因此呢，关于穆天子传说呢，这个传说呢也到了中亚地区。中国典籍里头，比如《魏书》《魏略》《西戎传》等等，它的记载呢都到中亚地区。通过以上这些考证呢，为什么穆天传呢这么记载很明确的东西呢？中国文人呢，特别历史学家呢不重视呢，这跟清朝时候他的书籍的管理归类有很大关系。在就是清代时候有钱家学派，钱家学派在中国的贡献呢，主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呢，它是要把很多典籍呢进行归类，把这个穆天传呢归类在哪块呢？归类成小说类。小说，既然小说就是杜撰，它的根据啥东西呢？根据是穆天传里头记载很多部落在其他文献找不着实证，找不着根据来，不知道在哪一块，
根据这来说它是小说，因为一归到小说类了，文人呢，中国文人再不重视这个记载了，所以一直认为呢，就说丝绸之路在那个时候开启了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这些典籍记载，实际上学术界越来越认为呢，越可能。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呢，对古代人的误解，就认为古代人的视野没今天开阔。实际上，古代人的视野比今天人是开阔的，他没有边界，他赶着一群牛、一群羊，或者拉着马车呢，他可以满世界走，他没边界的。但今天不行。下面我们谈一下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我们给丝绸之路啊，它是啥东西？是中国经济文化交流永恒的通途。我们给它这么定义。敦煌啥东西？敦煌是一个都会城市。汉简里头记载，敦煌啥样子？说郡通系孔道。孔道啥东西？必须经过一个节点。所以丝绸之路呢，经过敦煌这儿，它敦煌之东这一块呢，它是单一的一条道。从敦煌这一块往西域呢，才是分叉的。所以这里头呢，碰着就阳关和玉门关，对吧？前头我们讲过，说阳关是干啥？阳关是西汉与西域之间交流交往、经济往来的一扇大门。而且这扇大门呢，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置呢，它不是敦煌原始名称。这个名称从哪来的呢？它是从中原地区来的。汉代的敦煌人呢，他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很多敦煌的村落名称都是从中原地区移植到敦煌的，包括玉门关和阳关。那么在东周时候啊，它的都城是今天洛阳。为了保证洛阳的安全，在东边和东南方向设置2个关口，北边呢是陈浩关，又称为虎牢关。虎牢关的一个名称呢，就叫玉门。东南方向把淮河、长江流域的这个物资呢供应到成都，设置的关口叫做阳关。所以呢，当这些人迁徙到敦煌以后呢，就把这2个关口呢移植到敦煌。所以敦煌里头呢，记载了这2个关口的名称，但是呢，它没记载，多数没记载它从哪来的。我们前面谈的都是我们从历史文献里头考证出来。比如敦煌文献记载，阳关、玉门关，说阳关呢在玉门关之南呢称为阳关，玉门关在北边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文献里头记载都含含糊糊。那么中国的文人呢，近几年编的很多词典也记载了玉门关，就望文生义的给玉门关给了个名称，说玉门关啥东西？说玉门关顾名思义为御史商队设立的关卡。说汉武帝呢，主要是派一些士兵军队呢驻守玉门关，征收御史关税，来养活这些驻关的军队。征收主要对象呢是西域的御史这个商队。这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有敦煌有大词典
这比较有权威性的，这敦煌学家的名家写的，也是这么说的，说相传于田的美玉经过这块进中国，故名这个关口呢是咋回事说是从这儿来。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如果玉门关跟玉石有关的，如果玉门关跟玉石有关的吧，它应称为玉关，而不是玉门关。应该是玉关，而不是玉门关。那么玉门关到底是啥关口呢？它实际上跟玉石没有任何关系的。它啥关呢？它是个阴关。阴关，它是军队打仗时候走这个关口，它是阴关。所以在古代呢，把城的北边的门，一个俗称也称为玉门。玉门，玉门呢也称为凶门。军队出兵打仗呢，凿凶门而出，不是把门卷砍掉，而是做一个仪式，从北边的门出去，凿凶门而出。他这么说，北边的门，一般称为古代的世界称为玄武门。玄武门在五行里头呢称为水，四季呢为冬，崇尚的颜色呢是黑色，所以北边的门呢是一个军事关口。我们多次说呢，就是杀古代处决犯人的时候都是秋后问斩。为什么说秋后问斩呢？他推出去的门呢也是从北边的门拉出去，所以北边的门呢它是一个就是凶门。所以北边的关口呢也是一个军事关口。那么这个是在就是东周时期呢，它两个关口呢在洛阳东边，南边东南方向是阳关，最后形成阳关局。北边呢的俗称就是玉门。所以西域地区的出产的像物品，特色物品，骆驼、马、牛、驴、骡子，它都是通过阳关呢源源不断的引进到西汉内地。而中原地区产生的丝绸、铁器来到敦煌呢，也是通过这个关口呢传播到西域地区。那么这些价格的平审呢、平值，就打了一个当地政府的中央政府呢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底稿呢保留在敦煌汉简、玄圈汉简里头。内容啥东西？就是这个敦煌的驿站，9个驿站，半年中间呢死的马的数量368匹马，超过政府给配置的马的8匹。所以我们从这块看呢，就是在丝绸之路运转、交流、交往时候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对待运输的压力有多重？敦煌呢，还有来自西域各国的胡人，也在西汉时候生活在敦煌。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敦煌呢就形成了一个村落。唐代形成一个乡，乡呢就叫做从化乡。从化乡呢最少有2个里4个村落。敦煌的市场在唐代的时候呢就被这些人呢，西域地区的胡人控制了。
当时敦煌有个仙神庙，就胡人建立一个庙，叫做仙教寺院东城仙。那么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就来自于印度的香料、波斯的珊瑚、东罗马的银盘子、秋子的胡粉、阿富汗的金星石、吐蕃暂生的石青、蒙古高原上的畜牧业产品、于田的玉石、朝鲜的高丽锦、中亚的胡锦，还有一些特色的物种，比如说大石瓜、回鹘瓜等等。所以从汉代开始到唐代呢，敦煌市场上一直保持着国际都会层次，它从这儿来的。我们从敦煌文献里头看，敦煌市场的管理者也是外来民族，就是胡人，西域做生意的粟特人，就中亚地区胡人来管理敦煌市场。你从这块看，敦煌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呢？你一下看出来。敦煌呢，也是多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敦煌是一个移民郡，将中原地区大量的人呢，通过移民识别、流民识别、罪犯识别和屯田，把这些人迁徙到敦煌。他们来自于就中原地区，比如关中地区、晋南地区、河南地区、山东地区。